这里是空洞骑士竞技场从入门到精通第一弹视频。这一期视频主要是针对新手，通过竞技场1到竞技场3的这么一个通关，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竞技场的这些关卡和怪物。这一期呢是入门篇，主要是使大家对这个竞技场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认识。第一场呢，我们使用的是萨满之石，再加上一个古今大师的荣耀。这个武器呢是升级过2次的。这个戴顿鱼人呢一点都不强，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只要你的手比他长，他就永远打不到你。可以用旋风斩、冲刺斩，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可以下劈。下劈他的话，他永远都打不中你，只要你不失误的话。还有的话，它是一个使用梦之钉回魂的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怪物。这一关呢，把所有的这个尖刺巴德尔给引下来。尖刺巴德尔这个血比之前的巴德尔要厚很多，只要保持这个攻击节奏，他就打不到你。如果比较多的话，可以直接用这个法术清掉。这个强壮鱼人的话，最好就是使用旋风斩来对付他们，因为他们有远程也有近战。如果不止一只的话，那么就会相当难打。你起码要带上骄傲印记，才能和他在近战上面5-5开吧。这个原始阿斯皮德一定打竞技场要注意了，那就是第一时间用法术清掉，不要和他们纠缠过多。当然，如果使用这个剑技蓄力斩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要相对慢很多，而且的话呢对这个操作要求比较严格。在这里呢就可以通过蓄力斩从下面打到上面，就不要跳上去和他们拼血了。竞技场的话呢，你把用来回血的这些魂用来放技能反而更好。竞技场不管使用再好的打法，你都要不断的这个练习熟悉这些怪物和刷新的这么一个节奏。特别是第3关的这个愚者的试炼，是打这个尖刺巴德尔的话呢，最好是使用这个旋风斩。但如果只有一只的话，也可以直接平 A 攻击。竞技场的这些怪呢，很多都是我们原来打过的这个升级版，比如那个史奎特，就是那个蚊子会突刺的蚊子。这里呢，我们一个蓄力接2个波，直接在他出场的时候秒掉。谁说变身的时候不可以打人，对吧？然后在竞技场呢，不要盲目回血，找到了有时候在出现怪之后回血反而是更安全的选择。这个有飞行怪一定要第一时间秒掉，不惜一切代价吧。这个如果你遇事不决的话，你就可以先蓄个力。看，这就是打这个戴顿鱼人使用这个梦之钉和下劈来打。如果你没有血了，没有魂了，那么你就可以用它来进行无限的这么一个回状态。竞技场呢，这个3个剑技都非常的好用，最好用的应该就是这个旋风斩和蓄力斩。第一关呢，基本上没什么难度，大家的格子肯定比这个4个要多。也不一定有这个古今大师的荣耀吧，也不一定有剑技，但是我演示了这么一遍之后，应该还是相当好过的。大家可以带上法术扭曲者啊、梦之五梦者。第一关还是很简单，就这么过了。这个格鲁兹还有这些什么反击鹰呢，都出现的怪物呢也不是很高级，还有很多怪物要在后面才会出现。比如什么闪电扭曲者啊、重装鱼人啊。在打这个第2个试炼的时候，我们会升级一下我们的配置。这个武器呢会变成这个升级过3次的，然后这个护符槽呢我们再增加3个。多带了这个法术扭曲者和一个无梦者。如果有额外的话，可以带上这么一些生存护符，也可以带上额外这么回魂的这么一个护符。总体来说呢，这个竞技场使用法术流是要相对于物理流好打的，因为这些很多小怪都是35血啊、40、50血啊，就是这些使用这些法术的话呢，可以刚好
快速的清理掉这些，特别是在多的时候，法术就比剑技就优势就大很多。这些有益于人，它的行动模式呢和我们内层的这个哨兵是一样的。然后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虫子呢，和我们那个重装鱼人的行动模式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斯奎特呢，我们一定要速秒，可以使用这个蓄力斩，也可以使用这个波，它的血量应该刚好是345，也就是一发波刚好打不死，需要带上这个萨满之石才刚好打死。打竞技场我们要注意，就是难打的怪我们要尽快清掉，好打的怪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慢慢的回魂、回血。这个竞技场再难的这么一波连续刷新的话呢，只要你的血和魂都是满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放技能把他们全部都秒掉。但是如果你这个掉状态太多的话，那你后面就基本上没法打。这个自爆符呢，我们就不要管它。一次毕竟大2血，我们在旁边的墙上贴着就行。我们在竞技场呢，遇事不决可以先蓄个力。这里呢，我们只有3级剑，一个蓄力刚好秒不掉。这些的话都是可以用梦之钉，特别是带了5梦者的梦之钉无限回状态。在这里把状态补一下，一个蓄力斩再接一个尖笑，虽然要受伤，但是还是比较划算的，就不用和他纠缠了。也可以接2个下闸，也可以不用蓄力斩，只接2个尖笑。这个幼虫模仿者的话呢，最好的打法就是旋风斩，之前也是演示了很多遍了。这个第2关呢，开始有空战。空战呢是竞技场最难的这么一个部分。这个有益于人和那个内层是一样的，可以下劈打他，也可以这么上砍打他。只要你不在他的正对面的话，他就不会出攻击动作。这个飞行怪最好用法术秒掉他。当然，如果你说你这个使用旋风斩的话，一直按住的话，可以刚好把它打死，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这个空战呢，我们尽量都用法术解决，因为空战真的是很难缠。你如果说一边在爬墙，一边还要使用蓄力斩的话，我认为对这个操作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里使用旋风斩，就像这样，旋风斩刚好可以把他们完全击退。遇事不决，你就放下闸。这些呢就是给你补状态的，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你可以使用梦剑，而且这些怪也非常的耐打，他们不追着你打的话，你就可以从容的这么进行一个回血的一个操作。我这里使用法术呢是为了稍微快一点，大家的话呢就可以稍微稳一点。竞技场只要一遍过无累，只要过了就比多尝试好很多。这些奥波的话呢，就是苍绿致敬的那个升级版。这个第2关的首关 BOSS 就是一个陆波奥波，超大型号的。只要你把这个状态回满了，然后疯狂放法术就可以秒。第1个呢，直接用这个暗影之魂秒掉；第2个用深渊尖笑，伤害更高一点。好了，第2关差不多就这样了。总体来说的话呢，第1关和第2关难度都不高，只有第3关难度才真正的高。第3关的总共要刷40多波怪，可以说是非常的长。第3关呢，主要就在于你必须要熟悉每一波怪，它会下一波会刷什么，它的刷新节奏，它的回血，打完这一波能不能回血，这才是最关键的。好的，这里已经换上了第3关的这么一个配置。第3关呢是满级武器，所有的这些都是满的。然后护符的话呢，多带了一个编制者之歌和一个幼虫之歌，还有一个灵魂捕手。然后把这个古丁大师的荣耀给换下去了。
我推荐大家的话，就是不要把古丁大师的荣耀给换下去，把灵魂捕手给换下去。因为竞技场的话呢，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这个怪呢，可以用一个下闸接一刀然后秒掉，也可以直接放2个波，这里使用这个梦之钉可以回蓝。这个怪呢，就直接用2个暗影之魂将它秒掉，也可以放2次下闸，就可以把这些怪全部秒掉。这里2个要出刺，下面2个怪把中间的这个阿斯皮德给用暗影之魂给秒了。这里的话呢，可以回一下状态。主要是我不担心这个魂，等会儿就有回魂的地方。这个2刀解决，他的血量刚好是40整，不多不少。这里贴着右边的墙，贴着右边的墙是可以让你多补充很多魂，起码可以补充2个吧。这些全部用这个蓄力斩给清掉。这个死亡鲁多呢，它的这个跳跃路径和跳跃力度应该是一个完全随机的，所以呢，最好就是一刀解决它，不然的话，它朝你脸上跳，你还真防不了。站在中间，它跳到你头顶上的台子是可以直接打到的，用蓄力斩。这个蓄力斩的 Y 轴也非常的长。这个的话，对于速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难点，完全看运气。有时候他给你排得很好，你一下就打死了；有时候他到处乱跳。这里一定要把魂留一点，然后迅速往上面爬，能爬到第3格是最好的。第3格的话呢，就可以随便打；第2格的话也行，第2层也行。所有的怪全部用波清掉。在这里，在右边的这个蜈蚣，露出头来之后，立马使用一个梦剑。当然，必须要带上无梦者才能有这个时间掉下来，不要急着回血。隔一段时间不练啊，这个记忆力就不行了。本来是如果最熟练的情况下是应该是竞技场的每一波刷什么怪都能知道，然后刚才呢是稍微没有反应过来，有时候就会这样。我打了这个竞技场3的话呢，竞技场总共加起来估计得有4-5个小时左右。这里呢也不要把魂用光。这2个灵魂法师的话呢，还是用波清掉比较好。这个怪呢，把握好距离，一定要把握好距离，不然的话它就会冲到你脸上。使用这个梦之剑，不要回梦之钉，不要回来，不要回血，因为下一关我们需要很多的魂。这里还是用了，不要回血，这里是错误示范。站在这个台阶，不停的放就行了，一个波没有打死就放2个，就这么简单。这里就是回了一滴血，导致要和他纠缠很久。这里没蓝了，浪费了差不多都10秒钟。这里也不要急着回血，打这些都不要急着回血，优先秒掉这个飞行的这个灵魂法师。这里呢一个接2个下劈就行。这里的话呢，这些关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回血，无脑下劈就行了。状态很不好的话，多和他们绕一会儿。当然不要和下面的这个绕，和上面的这个绕。这个飞行怪能绕一会儿。这里直接蓄力，一个旋风斩接2个下闸，他就死了。接下来是一个福利的这么一个关卡，就算你差不多只有3滴血吧，你应该也可以回满，并且将魂回满，血回满，魂回满。如果要有五梦者的话，这里血可以不满，魂一定要满。接下来的战斗将基本上全部用这个法术解决。3个、4个、
5个了。这个呢最好用下劈，但是下劈不行的话呢，就要放2个波或者是一个深渊尖笑。这里是15了。这个的话呢，最猥琐的情况下呢，就是你一直跟他耗，虽然在这空战不能回血，但是你可以等着他一直回魂，把这个魂补满的话，打各种怪就相当好打。基本上难缠的怪都要用这个法术解，这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回血的地方，你不掉血就已经是很幸运。把这个蓄力斩蓄满，然后随时注意这个怪的这个动向。在这个死亡鲁多要靠近的时候，你就一个蓄力斩。这个蓄力斩，持续时间很长，然后这个范围也非常的大。这里应该用个蓄力斩，而不是这个梦之钉。接下来的话呢，你就疯狂的放这个法术就可以了。留一个这个迟钝的这个鱼人，可以用它无限回血。我这里就为了省时间就不跟他玩了。这个用法术优先清掉。在你头顶上你就用这个尖笑，如果不在头顶上就直接用波。这儿可以下闸，也可以旋风斩，也可以使用暗影之魂。这里已经是最后了。我这里为了省时间，那个迟钝鱼人就没有搞。BOSS 的话呢，只要你把状态回起来，可以甚至说熟练的话，一点状态都不需要，完全可以无伤，并且没有魂就可以打过，大家看着就行了。我什么也就不说了。总的来说的话，竞技场3是完全就在于它有很多个难点，你必须要熟悉每一个关卡的它这个回血的时机以及它这个出怪的时机，应该用什么方法最快的清掉。很多怪特别难缠，你一旦没有快速清掉的话，你就会不断的掉血。好的，这个竞技场从入门到精通的第1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后面应该还会有2期，点进我的空间或者是直接关注的话，就可以看到接下来的2期视频。好的，就是这样，再见。